生命灵数8号人，请注意，你太有责任感了。和你合作的人肯定会被你震撼到，甚至吓一跳。你交东西不只准时，甚至连没想到的细节都补齐了。原来这才叫做好，会瞬间刷新伙伴的认知，让人觉得既安心又崇拜。只要有8号人在就没问题。但紧接而来的是麻瓜的生存压力冲击。当大家觉得这样可以了，但8号人一个眼神过来，就知道自己还差得远。那种无形的对完美的执着，会像巨浪一样拍过来，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混了。和8号人的合作是心安与心累的极端交织，感觉会逼着你拆掉旧的自己，适应高频的生存节奏。不管你是认真的8号人，还是被8号人调整的人，今天的节目就是来帮忙你的，一定要看完哦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让你轻松做自己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开启所有通知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今天来说，和生命灵数8号人合作会压力山大，马上用你的灵数来签到，就不会找不到了哟。先来认识生命灵数8的优点是什么吧。数字8最简单的说法是探索底层逻辑。8号人是内敛的双数，但不满足于现成的答案，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真欲，会用高度的专注力、惊人的耐性去拆解结构，直到自己彻底搞懂为止。有8的人讨厌含混其辞，会在意逻辑的严谨度。有2个8以上的人不信权威，服从推论出的真理。至于8号人，则有深挖到底，同时寻找本质的执着。换句话说，你已经是最高级别的了。可以说8号人最厉害的地方是能够耐心又仔细地处理大家最不想遇到的问题，像是利益和感情一起卷成麻花的复杂问题。因为数字8横写就是无限大的符号，意味着社会、金融、法律能够运行的规则，让讲究本质主义的8号人在杂乱的资讯中有一眼看穿变量与常数的冷静，让8号人在面对未知时拥有一股扎实的底气。因此8号人和数字8很多的人常常也是团体中最具公信力又可靠的存在哟。先来说大家和8号人合作时能得到的好处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4个字，你可以极度放心。首先，你不用担心进度条会突然断掉。8号人对截止日期有一种天生的敬畏心，只要交办到手上，他会比任何人都更在乎截止时间。跟8号人合作，你不用当讨债鬼，在后面追赶他。相反的，他还可能会反过来提醒你下一步该做什么。这种强大的执行稳定性非常珍贵，能让你把原来用来焦虑的时间全部省下来，拿去专注处理更核心的事情，让你超放心。再来，8号人还常常是团队里的防弹衣。责任感强的人通常具备一种主动补位的自觉，当专案出现漏洞或不可控的状况发生时，8号人第一反应不是推卸，而是想办法解决。跟8号人共事，你会有种背后有人撑着的安全感，因为你知道他不会在关键时刻突然搞失踪，更不会随便拿个半成品就来应付了事。最后还会有一种隐形的自我提升的感觉。和高标准的人在一起，你会被那种严谨的氛围感染，不自觉的也想把事情做得更好，然后自主行动。这不是一种被强迫的压力和痛苦，而更像是一种不想拖累强大伙伴的责任感共鸣。和8号人的合作关系中，整体的沟通成本极低，因为靠谱就是彼此最强大的默契。合作过程不仅流畅，甚至有和高手过招的畅快与成就感，这真的是和8号人合作时的过瘾体验哦。和8号人合作，虽然结果通常很完美，但过程有时候压力可能会大到让你想原地登出。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无处不在的压迫感，因为8号人对自己要求极高，也会不自觉地用同样标准去衡量身边的人。
当你觉得这件事做到80分已经很不错，可以休息一下时，回头一看，8号人竟然还在拼死命，那剩下的5分就是这种他都还在拼，我怎么敢停的氛围，瞬间被拉回神经紧绷的状态，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马拉松，完全不敢喘息放松。再者，8号人有时候会不小心变成控制狂，这是因为他太怕出错，太在乎那个责任，而导致8号人很难真正放手，让伙伴去发挥。如果你负责的部分稍微有一点不符合他的预期，他可能就会忍不住插手，甚至直接拿回去自己做，让身为伙伴的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派不上用场的家伙，甚至会想8号人是不是根本不信任你的专业。这种被过度干预的感觉会消磨热情和自信的。最后，最让人担心的是情绪的未爆弹。责任感强的人会习惯把压力默默地扛在肩上，对外表现得很坚强、很可靠，是所有人的依靠。但这也意味着8号人在不断地消耗自己。长期下来，当他累积的委屈和疲惫达到临界点时，可能会因为一件小事就突然情绪崩溃，或对伙伴产生一种为什么只有我在努力的怨气哦。最严重的一种是超能撑，把情绪和怨气全吞下去，完全不发作，然后在无预警的时刻直接生病倒下。因此跟8号人合作，你得时不时观察他的能量条 HP 值目前还有多少，并小心千万别踩到他心中那条名为负责的底线。这么考验观察预测能力的心理耗损，有时比工作本身还要累人哦。如果你有被8号人的主管、同事、家人心安与心累轮流先后洗礼，觉得自己很没用的体验，欢迎用灵数签到留下你的故事。你的救援来了，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，就是在讲这个。首先要和责任感强大的8号人合作，核心逻辑不在于要求8号人放松，这太难了。你的目标是建立能让8号人安心的秩序，这个方法可能比你想的还要简单。这是因为8号人能接受丑话说在前面，界限画在中间。在合作开始时，请明确定义彼此的责任边界。这么做，你不用担心被贴上不客气、不礼貌的标签，因为8号人最怕的是不明确。只要责任归属模糊，他就会本能的全部揽下来，就怕事情没做好。请用文字列出这部分归你，请给你时间独立完成，除非你求援，不然不要帮忙。当8号人知道边界时，他的过度承担行为才会因为有了规则而收敛哦。其次，请建立超前预警的进度回报机制。责任感强的8号人之所以会变身成控制狂，往往是因为资讯不对称而产生焦虑。请不要等8号人来问，主动在关键节点传个讯息，例如 A 资料已送出，目前进度全部都在掌控中。这种动作看似琐碎，却能精准地消除8号人的不安。当8号人发现你比他还在乎进度，他紧绷的神经才会慢慢松开，进而练习真正的放权哦。再者，学会接住8号人的情绪，但拒绝无效的补位。当他自我要求过高而焦虑时，给予心理上的支持，例如我知道你很看重这个案子，但目前的品质已经超出预期了，用客观的事实帮忙建立安全感。若这样他还试图介入你的工作，请温柔坚定地拒绝，告诉他这是我成长的机会，请信任我的专业。最后，请定期进行压力排解对谈，千万不要等到大家都一起爆发了才来吵架。平时可以找机会聊聊，最近压力会不会太大，或是有没有哪部分你觉得太累的。透过这种非正式的沟通，主动引导8号人把闷在心里的责任感与承受的压力说出来。要改善的目的不是要把他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人，而是透过你的主动，让他从包山包海的孤单导游转变成能够信任队友的队长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8是最大的双数，把话吞下去，忍住不说，是1到9里面的第1名。
想问出来可没这么简单，但只要你问了，就算8号人还是选择不说，有感觉到你的关心和努力，一切就不一样了。前面说了这么多，感觉好像都是8号人的问题，当然不是，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对于一个责任感强大的8号人来说，自我提升的课题往往不在于如何做得更多，而是在于如何做得更轻盈。这让你困惑了吗？8号人天生具备强大的执行力，但也容易陷入过度承担后难以抽身的泥团之中。因此，更高层次的进化要从苦干转向巧干。首先，8号人要修炼抓大放小的战略眼光。责任感强，会有完美主义倾向，常在细节中耗尽心力。自我提升的第一步是学习区分重要与琐碎，练习将精力集中在能产生影响力的关键决策上。至于剩下的部分，要容许够好就好的现况。8号人要知道，学会放手，让别人去负责非核心事务，这不叫不负责，而是在优化整体的资源配置哦。其次，8号人要建立边界感，并学会拒绝。强大的责任感有时会演变成救火队体质，这会让8号人来者不拒。但真正的强者必须懂得保护自己的能量条，不能让 HP 值任意耗尽。自我提升的过程中，必须诚实评估自己的负载能力，在超载前勇敢说不。拒绝不合理的请求，并非推卸，而是确保你已承诺事项能维持最高水准的产出。再者，8号人要把休息也纳入责任范围。责任感强的人常把休息看作是偷懒和罪恶感，请你换个视角，把维持身心健康看作是对团队、对家庭、对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，心态就会转变。8号人要明白，精疲力竭的你，决策品质会下降，情绪耐受力也会变差，对疾病的抵抗力也会变差哦。将休息制度化是为了让责任感具备永续性哦。最后，8号人要从执行者转型为赋能者，不要总想着我来做比较快，就是通通自己来，而是思考如何让别人也能做得跟我一样好。8号人可以去学习管理，透过传递经验、建立流程，然后将你的责任感转化为团队的制度。当你学会了调节、控制责任的力道，改变就会发生。8号人将不再是被责任推着走的苦行僧，而是能精准驾驭目标、有余裕观察全局的领导者。这才是责任感强大者最核心的自我超越哦。欢迎留言表达你对责任感的看法哟。想知道8号人愿意承担责任的灵魂动机吗？欢迎加入会员，每月请喵喵大师喝杯饮料，就能看到开启会员以来全部的讯息哦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哟。